第5课，宗教很多，为何选择基督信仰？有一种游戏你可能玩过，叫做密室逃脱。你被锁在一间房间里，四处看似无关紧要的物品，墙上有画，地上有线索，柜子里有谜题，你得透过解谜，一步步找出真正的出口。那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说，人生就像一场灵性密室逃脱，每个人都想找到真正的出路。有些人靠修行，有些人念经，有些人冥想、持咒、参拜、念佛、苦行、算命、星座、灵修、正念。看起来每条路都通，但问题来了，如果门只有一扇，你怎么知道自己选的是对的出口？宗教百百种，每个都说自己有真理，都有智慧，都有通往天上的方法。那么，为什么我该选择耶稣？你去百货公司选东西，会怎么选？依口味、外形、包装、别人推荐。今天有许多宗教给我们各种吸引人的承诺，这个宗教让你心灵平静，那个宗教让你积德积福，这里能帮你转运消灾，那里可以让你来世不再轮回。你或许会想，这个宗教让我感觉不错，我选它吧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把信仰当成选择商品，其实我们还是把自己当主，不是让神来拯救我们，而是我们想选一个好用的神来服务自己。但基督信仰不是这样的，基督信仰说，不是你找到了神，而是神先找到了你。不是你选了一条路，而是路自己来找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4章6节。从多神教到基督，新加坡律师 Grace 的故事。Grace 从小拜很多神，家中神明桌供着观音、土地公、妈祖、太岁星君。他说，我都不知道谁掌管什么，就每个都拜，求保平安。直到他念大学时，有基督徒朋友问他，你拜的神有没有曾经爱你，到愿意为你死？Grace 愣住了，他说，我从来没想过神会爱我，我一直以为我要表现好，他们才会保佑我。那天他第一次听见福音，有一位耶稣不是坐在神明桌上等他服侍，而是从天上走下来，走进人间，为他钉上十字架，付上代价，只为拯救他。他哭了。原来神不是要我取悦他，而是他先爱了我。从无神论到基督，矽谷工程师汤姆斯的故事。汤姆斯曾经是无神论者，他相信理性、数学、证据，对宗教嗤之以鼻。他说，我不相信有神，更不相信耶稣复活这种荒唐事。但他人生的一次重大打击，妻子罹癌，心灵崩溃时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知识、学历、逻辑全都无法回答，为什么会是我？直到他绝望中打开一本福音书，读到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汤姆斯说，我不敢相信，耶稣不是给我答案，而是给我安慰与拥抱。
从此他改变了，他说：我不再用头脑抵挡一位用爱进入我心的神。各宗教说你要做，但耶稣说我已经做了。佛教主要教导内容是四圣谛、八正道、断轮回，靠自己修行。道教主要教导内容是积阴德、尊天命、延寿升仙。回教主要教导内容是遵守五功、诵可兰经，靠行为得救。无神论主张无创造者，人生无目的，靠自己决定意义。基督信仰告诉你，不是靠你做什么，而是靠耶稣已为你成就一切。在所有宗教中，只有耶稣说：我为你而死，我为你流血，我为你的罪付上代价，不是你来找我，而是我来寻找你。基督信仰的核心不是做什么让神爱你，而是即使你不配，他仍然爱你。这与所有其他宗教有天壤之别。想象你在机场，想飞往天堂这个城市，各航空公司都说我们这班飞机可以飞到天堂。 A 航说要靠你累积里程数做善事， B 航说只要诵经修行就行，冥想自我修炼。 C 航说你得转很多次班机。投胎轮回，只有一家航空公司说我们的机长是来自天堂的王子，他为你付清了机票，还会亲自带你回家，你会选哪一班？基督信仰不是宗教航线，而是那位来接你的王亲自来到你面前。为什么基督信仰值得选择？有历史根据。耶稣是历史真实存在的人物，不是神话虚构。他的生死复活有上百个古代文献作为佐证，有逻辑依据。他不是要你盲信，而是邀请你用理性查考他的话语。使徒保罗说，这事不是在暗地里做的。使徒行传26章26节，有爱的根据。基督信仰不是一套行为系统，而是一段关系。你可以称那位创造宇宙的神为父，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亲密。